个小郭，上次咱吃过饭的。啊，记得。你好。你好，宋秘书。啊，哎，你好。好，技术真不错。行啊，这球打得不错啊。你小子最近偷着练球了吧？哎呦，我要不勤着练，哪跟得上你啊？还早打一杆吧？啊，我就不打了吧。你们比赛呢，我别捣乱呀。没事儿，这杆算我的。听见没有？赶快的，这是宋秘书让着咱，你多捣乱几个，要不然我这脸都没这搁。赶紧的。来吧我真的不会。这杆怎么握的？来，手握杆的时候要虚握啊，这个要搭到这个食指这关节环上啊，不要握太紧啊。挥杆的时候呢，左臂不能弯曲啊，靠左臂当弯曲。来试试。没事儿，哎，对。怎么没打到球？腰不能抬太快啊，双腿微弯啊，腰弯下来以后，左臂伸直，击球的时候，球击到球之前，腰不要抬得太快啊，腰不能抬起来。来试，好，来试，走，没事儿，大胆的打啊。哎呀，好，不错，多练练肯定能超你。好老师，打得比我都强。快，该你了。走。坐。坐。陈总让我务必带您的话回去，他说您不点头，我就不用回去了。哎，这好啊！我这正好缺一个打字员，要不你就留在这儿上班。那个好像初中文化就够了吧？刘哥，让我们郭大小姐大材小用了，大菩萨看不上我这小庙啊。那您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啊？这个嘛，这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。你知道我的工作呢是受上级安排，我要去哪儿也得领导同意，所以我暂时不能答复您。不过呢，为了不让你为难，我可以给你们陈总去个电话，这样他就不会再找你了。那我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小波，这个周六你有没有时间？我要去一趟定山湖，可能有些事情想请你给我帮帮忙。我能帮您什么忙？呀，周六我得加班呢，这个我得跟陈总请示一下。没关系，我给他打电话就行了。你手机号是多少？告诉我一下，我好联络你。真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机这2天出了点故障，它掉到厕所里面，然后就一命呜呼了。我这2天正处于逍遥状态呢。那你补卡了吗？补过了。你等等，这来得早啊，不如来得巧。今天上午啊，正好一个朋友拿他们的新产品让人试用啊，要填信息反馈。然后这分明是一个女士手机，我怎么能用啊？正好你拿去用吧，就是别忘了2个月以后填好里面的信息反馈表，交给我就行了。这样好像不太好吧？这个是新款的，看起来很高级的。我过2天就要买手机了，这个您还是留给您爱人用吧。没关系，你就拿着吧。我觉得这款手机倒是跟你的青春朝气挺相配的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这也算是帮助推销商，啊。
别客气了。那就谢谢您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再见。嗯。你搞什么名堂？还特意差人送一趟请柬来？怎么了？现在有身份了，不能屈尊了？大哥，瞧您说的，就跟您多想见我似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周六要去一趟定山湖，能不能让小郭陪我去一趟，帮帮我忙？大哥，这没问题。小郭只要您一句话，他随叫随到。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员工啊，也得向你请示一下。我这次呢，也是因为实在掰不开人了。大哥，您这样说就见外了。大哥，您今后要有什么吩咐，您直接吩咐小郭去做就行了，真不用跟我再说了，怪麻烦的。我陈四福这块儿永远是一路绿灯，您看怎么样，大哥？行，那先谢了。陈总，我去过宋秘书。孩子啊，我知道，这礼拜六啊，你就不用来上班，直接去宋秘书那儿啊。还有啊，今后宋秘书如果让你做什么事情，就直接应承下来。人家宋秘书那块的事儿都是大事儿，公司里的事儿可以放放，明白了吗？嗯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海藻，能叫你海藻吧？这小郭的太陌生了。可以，宋秘书。上车吧。哎，哎，我说海藻，真把我当出租司机啊？坐我的车居然要坐后排？为什么不能坐后面啊？这是基本的乘车礼仪呀。不好意思啊，宋秘书，我从第一次坐车就是坐后排的，不管是出租车还是其他的车，我不懂这种乘车礼仪。这是一种礼貌，只有乘客才会坐在后排，朋友之间呢，你得坐在前排，方便我们说话呀。宋秘书，听您这样说了以后，我倒更觉得我应该坐后排了。您想啊，您是领导，我们这种小兵应该跟您拉开距离才是啊。首长先请。宋秘书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说吧。我看人家领导都坐小车，您为什么放着小车不开，要开吉普啊？而且我觉得这车好难看呢，又高，上下又不方便，就跟坐轿子似的。我觉得上车的时候，下面最好再爬一奴才垫脚才能上来。早知道您今天开这车啊，我就穿一条宽松一点的裤子了。牛仔裤上这车还真是不太方便呢。我说海藻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吉普车，这是路虎，英国皇室的专用座驾。你觉得它难看，可我觉得它是车里边最好看的一款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一听别人说好车都是奔驰、宝马呀？这开车的男人，有血性的都希望拥有一款路虎。在城市里憋得久了，都希望自己能像一匹野马一样，一头鬃毛，迎风飘洒在草原上长大。路虎就是男人的腿，空中吹拂的风啊！我觉得您形容的跟诗一样，可是我好像还是没有看出来它到底哪里好啊。这车在城市里你是看不出来的，
一旦出了城，尤其是到了山路上，你就会知道它的好了。哎，这个车会比奥迪贵吗？奥迪？哪款？你们老板那一款？3个以上。一个男人啊，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，若干知己，和一个，要不这一辈子可就太遗憾了。您刚才说和一个什么？莫非您都有了？如果我想要的话。打电话了吗？我没收到，我的手机坏了，这是刚换的一个新的。我今天在外地呢，我回不去，要不明天吧。我知道我会带给你的，我就怕周末银行不开门。对，那好，那你等我，拜拜。谁电话？你姐姐？你叫海藻，那你姐姐叫什么呀？海豚？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有啊。肯定有事儿，说出来听听，没准我能帮上忙呢。就是我姐让我明天过去吃饭。不想去啊？那你就直跟她说呀。也不是不想去，我就是答应她带一些钱过去，可是我现在因为一些原因我拿不出来这些钱，我去了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。算了算了，家里的事情烦死了。为什么拿不出来？银行周末不开啊？也不是了，这事儿挺复杂的，您就别问了。我这儿有点儿，不知道够不够，要不你先拿去用。不用了，我说的一点儿是挺大一笔的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自己想办法，还不是和亲戚朋友借？那和跟我借有什么区别吗？就是不知道你要多少，你要的多，我这儿现在还真没有。2万。2万？你说一大笔，我还以为是多少呢。这盒子里有个信封，拿出来吧。哦。借你的，你一定要还的啊。那您什么时候要啊？你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时候还给我吧。不行吧？我觉得平白无故借别人钱总不太好。我是别人吗？您不是吗？现在也许是，但处的时间长了，你就不觉得了。反正你急着用，你又不是不还给我。行了，大大方方的拿着吧。那我要交利息吗？我没有第二职业，不放债。可我总觉得我也不能找您借钱呢，这多不好意思。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大哥哥，这不就行了？大哥哥，这哥哥也太大了点吧？我觉得叔叔还差不多呢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挺老的。郭海藻，会不会聊天？不算太老，那有一点点老。好，
好好，不劳不劳。我可是看在您帮我的份上，我才违心改口的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拿人手短了。但是你要适可而止，你要是再想让我夸您年轻，那这钱我就不借了。在办公室里，宋心里竟有一丝夜宴之后的空虚，总有一点点是自己放不下的，却想不起来是什么。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梦游的女孩了，不知道她这个时间在做什么。莫名的，宋仿佛看见海藻在灯下托着腮遐想。窗外夜色如水，他忽然忍不住想给海藻打一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小郭吗？一起上啊！郭，我是宋秘书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钱还没有攒够。啊，没有，我不是催你还钱的。怎么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个形象？我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。啊？打招呼？海藻10点半。哎，您好。你不在家啊？我以为这会儿你都应该休息了。我还在加班呢。现在还上什么班啊？我们老板请人娱乐，在新东路的优派 KTV， 让我们作陪。啊，是这样。好吧，再见。姑娘们，一起来！来！海藻，郭海藻啊！快，陪孟老板喝一个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海藻。好，哎，坐，快过来坐。海藻拿着酒敬孟老板一杯，好啊！孟老板是咱们的衣食父母。来，干一个。我敬您。好，我先干了啊！来，咱们也喝起来，来。宋思明心里忽然有些失望，他勾勒的那个场景，原来不过是自己内心的镜中花。纯粹的女子，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，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幻境而已。那种略有些苦、略有些甜的滋味，让宋思明感觉自己又回到了18、19。显然，以他的身份和年纪，已经不需要假扮清纯了。他可以招手即来，挥手即去，想要什么，甚至只需传递一个眼神。这样的日子，是他在毛头小伙年纪特别羡慕的。可终于混到这个身份，他怎么又开始走回头老路了呢？宋思明暗自决定，如果海藻从 KTV 出来，像只惊慌的小白兔，穿着洁白的长裙，在夜色里四下环顾，他就会从暗地里悄悄尾随，默不作声地给他披上自己的风衣。
然后鼓起勇气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拉着海藻的手，义无反顾地走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孟老板，我看你这样今天是喝多了，还能喝你肯定能喝，给我照顾好这孟老板啊啊！我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哎呦，慢点，赶快直接就走啊！孟老板，我送你了啊！哎呦，孟老板，开心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海藻不过来，孟老板知道不？海藻不行，完全不是宋思明设计的那个场景。海藻既不是长裙飘飘，也不是四下环顾，却是在一个男人的怀中半推半就。宋思明怒火中烧，又拿起酒瓶砸醒那个不停拍海藻的醉鬼的冲动。不过多年工作练成的耐心，让他只是思想跑过去撒了一回野。整整2个多小时，两人除了问地址，没多说过一句话。海藻内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就好像心是阴天，快要下雨，不舒服，苦苦的、涩涩的，揪起的疼。海藻，明天下午还得让你帮个忙，跟我去一趟宋秘书那儿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辞。要不这样，海藻，我呢就不过去了，你把这标书呢送给宋秘书去过目。你在宋秘书那儿为我们大家多美言几句，事成之后你放心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忘了你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好。
海藻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啊！谢谢啊！小贝，小贝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吓我，你这么严肃，我特害怕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支持我12000，我要得急，马上就要，我一有钱就还你。不是，我们两个人需要说什么借啊还啊这种话吗？啊？你先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上次，我姐姐要用钱，我找你借，你不愿意。后来我偷偷找别人借了2万块钱，现在人家催着要了，我拿不出来。这张是9000，这张是13000。明天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赶快还给人家，啊！这个就够了。海藻，上回你说你姐借钱，没借。其实我挺后悔的，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真的不能体会你的那种感受，真的。但是我后来一想，我说如果我和你不能开开心心的一起攒钱，一起买大房子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啊，你说呢？你姐让我把全部的钱拿出来给她，我承认我做不到，但是1/3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。这样你可以快乐一点，我也可以安心，还能帮助到你姐。你说呢？3全其美啊！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在我这儿没什么大事儿。明天你把这个钱取完之后，里头还剩2000块，你拿这个钱把自己的户头存一个整数，啊，然后，我们就开比了，看谁存得多，看谁存得快，好不好？鉴于这个基础之上，我必须给你提一个建议，就是郭海藻同志面对于工作啊，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这种状态，我提出批评，因为你老跳槽这事儿真的特别特别不靠谱。你想啊，你跳槽之后钱也不能涨，也不能升职，我们这个
这个家庭收入也缓慢，真的不好这样，好不好啊？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多好啊！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你2句还不行了？哎，好了，这样你要是不开心，咱们不工作都成，有我呢吗？我养着你啊，好不好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得养着你啊，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好不好？带你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。小贝，好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女人真是的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跟哭成这样，太矫情了吧？啊？我爱你吗？怎么不高兴的样子啊？啊？跟你妈说钱的事儿了吗？她怎么说？她没说话。那你呢？挂电话了呀？挂了。啊？你就挂了？哎呦，这幸好是在单位打，要是在家打，你这不是浪费电话费吗？那他们什么意思呀？到底是没有，还是不给啊？啊？问你呢，苏纯，说话。海平，我真的很难给他们开这个口啊。他们老两口存这点钱容易吗？我承认，4万块钱是不多，可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吗？年轻的时候，他们要养老的，要养小的，好不容易把老的送走了，又开始供我读大学，一天舒服日子也没好好过过。现在我们挣钱了，工作了，反而去刮他们的油，说得过去吗？又不是只刮你父母的，我父母这边呢，不也要8层皮吗？你那边好，你那边是快刀剌肉，4万块疼一下就拉倒了。我这边呢，1个月几千，1个月几千，还不知道疼到什么时候呢。结婚的时候，房子、车，你们家什么都没出吧？现在买房子，哎，是不是多少该贡献点啊？对，我知道我们不该花老人的钱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大家不都这样吗？行了，明天再给你妈打个电话吧，好好跟她说说。啊，4万。吓我一跳！你在家你不开灯，怎么啦？前面要到啊？说话！我妈说，钱马上就到。真的呀？那你脸不高兴的样子干嘛呀？啊？没4万，3万也行啊。6万。6万，太厉害了，咱妈！哎呀，这关键的时候还是要看老同志的。老公，我爱死你了！蹦擦擦，蹦擦擦，蹦擦擦。海平罕见的亲昵的在苏纯面颊上亲了亲，头发都浮到苏纯的脸。而更罕见的，海平说的是咱妈，
而不是你妈。看样子，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儿不假。4万还是你妈，到6万就是咱妈了。苏春庆幸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选择。如果1分钱都没有，估计就是他妈的了。清水一杯，聊表寸心。哎，我在想啊，你看啊，我妈的钱已经到账了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亲妈的钱啊，海藻的钱马上也要到了，再加上咱们的钱，这个首付就够了。我打算，明天我就把这2天看的广告好好筛选一下，争取周末咱们就看房子，2个月之内一定要把房子搞定。如果快的话，紧接着装修、家具、家电，过春节咱们就可以把我爸、我妈还有冉冉接到新房子里过春节了。当然，还有咱爸、咱妈，一定要过来看一看的哦，是一定要的。你坐着啊，我给你做饭去。这上次小秋说哈，说这高尔夫啊是一个特别适合爱情的运动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小秋啊，以前不打高尔夫，他弟弟打高尔夫，他打网球。这后来他弟弟结婚了，他还是结了，他就总结出来说，这高尔夫啊是一项适合爱情的运动。那网球太激烈啊，你不能一边挥着拍子，一边跟网那边的女人谈恋爱。高尔夫不一样，你打一杆得走出10几分钟去。打球的时间少，聊天的时间多。所以啊，这小秋就弃暗投明了，该打高尔夫了。那小秋现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您笑什么呀？没有。小秋的未婚妻啊，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爱上别人了。那人球打得不怎么样，但是特别能聊。这小秋啊，是赢了球，输了老婆。最近老虎来江州打公开赛，小秋入围了。没错，没错，看来都练到这水平了。可见这个做什么运动是没有关系的，关键还是什么人去做。来，海老，这杆还你打。我还打呀？对啊，来，没事。哎，记住啊，记住姿势。行，没问题。今儿你这表现啊，还真不错，好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出来了啊！你这个球厉害，我是不行。我跟海老说，咱仨一块去唱歌吧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下次吧。今天玩得很开心啊。那行，那我送送你。啊，这套房子的好处呢，就是方便。周围交通四通八达，周围全都是便民生活设施。你看啊，大超市都有好几个。如果你们想去市中心的话，街对面1步车就能到，都不用转车的。你看这里有工行、交行，这边有农行和建设银行，只要你们想到的银行，5分钟肯定全都能到，至少不必担心被打劫，对吧？这个房子临街，四面都是马路。到了晚上会不会很吵啊？是啊，又想安静又想方便，那除非去住衡山路私人花园了。哎，好，这样好了，那个我们觉得这房子还是可以的，让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回头给你打个电话，好吗？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今天就把这房定了吧。这房子可抢手了，如果你们诚心要的话，这房我就给你们留着。那行，那你这样，你等我们电话好了，我们给你打电话啊，就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先走了啊。除了有点闹，这房子还是不错的，咱们买下来吧。什么不错？我看不行。买房子几10万的生意，你说买就买啊？这买的是我们后半辈子的保障。你菜场买菜，你还挑3拣4的，别说房子了。歇会儿。不是，你别看了后头的，又后悔前头的。咱们以前就有这毛病了。后悔就后悔，又不是没后悔过。反正房价都涨成这样了，啊，再跳估计也跳不到哪儿去了。那既然要买，我肯定要买个好的。不是，那你说这套，你哪里不满意啊？
哪里不满意？房龄不满意。你别听他说什么成熟社区，成熟社区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老房子吗？80年代末的房子，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快20年了吧？统共使用权才70年，难道我还没死，房子就让人收走啊？哎，你先不要考虑死不死的问题嘛，咱们目前住在哪儿还不知道呢。你看啊，牛皮糖吧，甩都甩不掉。哎呀，喂，你好。喂，郭小姐。啊。您看您有什么特别的需求，可以跟我说。好。我会按你们的需求不断 update 信息。一般我的客户不超过1个月就能买到可以的房子。您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个电话进来，我回头给你打过来啊。好，哎，再见。既然决定要买，那肯定要买套好的，啊，咱们多找几家中介，多认识几个经纪人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嘛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苏纯啊，哎，我发现啊，这个风水啊、命理的书啊，真的很有讲究哎。买房前就应该多看看，否则的话什么都不懂，很容易买到一套衰房。啊？什么房？衰房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上面写什么啊？说口字形楼盘不能买，因为人在井中，挡夫挡贵。哎呀，我老婆现在连封建迷信也开始信喽。不是啊，这个东西你不得不信的。你想，以前帝王将相下葬的时候，不都要选什么风水宝地吗？啊，这种依山傍水的那种，那老祖宗的东西还是有道理的。你像这个口字形的楼盘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哈。这个口，那住在里边这层的呢，啊，这层呢，那太阳就照不进来，那人不照太阳不会生病吗？所以这种楼盘不能买。你还别说，前2天呢，我在网上也看到这么一条消息，说是在进门的地方啊，竖一面镜子，照妖镜。我最早呢还以为是笑话呢，哎，但发生一件事儿，让我改变了对迷信的看法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单位同事小李啊，他们家门口就竖里面照妖镜。就前不久，他不是出远门了吗？他们家招贼了，小偷进去了。小偷敲完门进去之后，结果什么财物也没拿就跑了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后来我们大家分析啊，一定是照妖镜起的作用。你想啊，小偷把门撬了，翻进去了，黑灯瞎火的，又不敢开灯，隐隐约约看屋里怎么有人，吓坏了，撒腿就跑。怎么样？照妖镜的功效吧？嘿嘿。哦，对了，那小李还说了呢，以后咱们出门开展台灯、照妖灯，防盗。哎，你这不是吓唬我吗？逼我买有门卫的高档住宅呀？我没那意思，我瞎说的，你千万别当真啊！不是，咱们还是根据咱们手头的预算办点实际事儿吧。是啊，我们又没那么多钱。哎，老婆，你说咱们租的房子风水好不好啊？那我就管不了了，反正就马上买新房子了。房东这房子买了才不到半年，要不是着急要卖，他才不会这个价钱卖呢。你看这房子，这装修，这家具都是全新的，还有这地板都是实木的，你看还有这采光度多好，阳光这么充足，对吧？这房子可不敢买。海平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我看这房子就不错呀，还省了装修的钱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完全可以买。完全不可以买。这套房子你我都挑不出毛病吧？啊！而且你看那个装修是不是要常住的样子？那你好好的，你干嘛突然要卖？肯定有猫腻，不是我吓唬你，搞不好里面就死过人的。海平，你这么做，哪里是想要迅速搞定的样子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这么耗下去，以后看房你自己看，你自己决定就行了。拿着。自己定就自己定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你啊，我一样可以定的。苏纯的撤退，一点没影响海平看房的心情。他还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研究房子的热情中。
说这菜花上面喷不喷农药？还有这个绿叶菜，它属不属于绿色食品呢？前2天我去买青菜，我上面挑，我看有没有虫眼，他们说啊，只要有虫眼，一定是没有喷过农药。我知道了。啊？我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二手房我都不满意，因为二手房旧，因为是别人用过的。我不要旧的，我要新的。二手房再怎么光鲜漂亮，那都是别人住过的，有别人的气息，我不要。我要新的，新房。我是第一个拥有者。对，明天开始，我只看新房。新房。对了，啊，我说呢。老婆，来，吃点菜。新房，那都撤到几十公里以外了，上班2小时，下班又是2小时，受得了吗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？你看啊，如果我们与其买一个不偏不近的这种干杆二手房，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站1个小时到单位，那不如买一个稍微远一点的新房，有公交起点站的那种，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在车上坐着睡到单位，多1个小时等于多买1个座位。而且我觉得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，买车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看国产那个什么车，不才5万块钱吗？是不是？咬咬牙，说不定以后有一天我们也买车呢。有车就好办了，远呢是远一点，不过房子的面积会大一点。哎，其实说远也不远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像闵行啊，以前不是乡下吗？现在发展都快成市中心了。我觉得房子这个问题上还是要有前瞻性，不能再落后了啊！哎，我的老婆耶，我的前瞻性怎么跟你就相差那么10万8千里呢？我想的是，这个油价为什么一天越来越高？哎，这个空气质量为什么越来越差？城市交通为什么越来越堵塞？它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你烦不烦啊？你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嘛呀？先把房子的事情给我码定了。啊，海藻最近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也不把钱给我拿过来。现在除了我妈的钱到账了，你们可谁都没有动静啊！别到时候最后我瞎忙活，空欢喜一场。该催的催，该拿的拿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下房子，钱马上到手。小姐，我们要这套。这套吗？哎，对，就这套。7号401卖掉了。对不起，刚售完，你要不再选？那套吗？哎，对，就那套。刚才那整栋楼都被温州人买走，您要不再选一套？我们有什么可选的呀？前选后给温州人选都买走了，随便。那2号楼201可以吗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好房子都看得见就买了着，这种边角料买给我。6号楼，对不起，下一位。就那套，刚才那套。2号201吗？对不起，刚售完。好，6号302。这现在买房子怎么跟当年买认购证一样疯狂？比商场过季打1折还要可怕呀！人商场至少打折，你看这儿不打折还疯涨。算了，走吧。哟，老婆回来了，今天包饺子犒劳你们。呀，怎么海藻没回来啊？怎么了？看的房子没有一套满意的。 2天看了7个楼盘，没一套满意的。哎，给我倒杯水。看的不都是新房子吗？怎么还不满意啊？现在的新房啊，无非就是2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小区里的精品啊，都是吊起来卖的，
好是好啊，价格也贵得离谱。如果均价1万，这种房子至少1.5万以上，还是大户型。另外一种就是一听说哪儿开盘了，我们跑去一看，嘿嘿，开发商先卖的都是些边角料，价格呢是给你一些优惠，但是问题也多得不得了。再往后，越开越贵，越炒越高，简直房价高得离谱。再炒，它也得有市场吧？价钱定那么高，没有人买，那房子不是还得闲置吗？这得占压多少资金呢？所以我也觉得奇怪，房价都高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有人买房子跟不要钱一样的抢啊？什么破房子都得排队领号看图纸，我稍微犹豫一下吧，后面的人就把你看中的给买了，再犹豫一下，半扇楼没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怎么能正常思考去挑房子呢？啊，像什么房子质量好不好呀？下水通不通啊？楼板隔不隔音啊？楼间距离到底多少啊？得房率到底多高？完全不知道，一概蒙着买。我就琢磨，我说房子疯涨成这样，按照市场规律来说，哎，该跌了吧？可苏轼，你觉得它有跌的迹象吗？而且还有这个开发商，现在是鬼主意越来越多。你以前开盘你好好开就好了，现在还要搞什么开盘前的内部销售。你懂吗？什么叫内部销售？不知道，就跟过去买彩电一样的啊，还要走后门托关系啊！今天这个房子就是海藻找人的，说是什么内部认购，真正的开房要到半年以后。哦，那今天走后门看的房子情况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2个字：太穷。不到售楼现场，不知道自己穷。人家都是开车去的啊，老公开一辆，老婆再开一辆，我呢？我跟海藻2个人挤公共汽车去的，还有人家填的那个单子后面一串串的零，我看着都害怕，数都不敢数。连售楼小姐都穿 Polo， 我还穿美斯特邦威呢。Polo 怎么了？你那什么邦威不是也是个牌子吗？这满大街人都穿的是 Polo。你说那个现在超市那售货员老太太穿的那位不也是迪奥吗？那公交车上谁不都拎一个 LV 的包？倒有几个是真的，都是假的呀！你要想要，明儿我给你买个 LV 的围裙。哎，那人家开的车是假的吗？怎么这么多人这么有钱？你说我们俩好歹也是大学毕业吧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看我们也是白领吧？啊，也算个中产阶级吧？你说我们这个中产阶级为什么就买不起房子呢？咱们哪算中产阶级啊？那中产阶级起码税要交到30%以上。可我听说，在美国能买得起房子的，不就是可以称中产阶级了吗？哎，那是美国，国情不同。咱中国人呢，什么都讲个拥有，哪怕只能拥有70年，那也得拥有。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中国人的写照。所以我说啊，为了后代能有口饭吃啊，我们这代人应该想开一点，多少捐出一点来啊，让社会也平衡发展一下。不过我估计啊，看不懂这个道理的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喽。你说我们买房子为什么呀？我俩买房子为什么？不就为然然吗？啊，我们这些人钞票不能留，金银财宝又没有，只好买个不动产让房子保值喽。哎，这帮奸商真是的，早把中国人的人性研究透了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啊，是你逼着非得给孩子买房子。你说等到然然结婚的时候，啊，他住着眼看到期的房子，能不着急？不能，你得帮忙。再说然然那个时候说不定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，对你留给他那套危房，他能放在心上？哎呦，看看以前的发展，哎，有哪套房子能撑到70年的？30年不到就更新换代了。总之啊，你口袋里的钱啊，他们会想办法把你掏出来的。总之啊，你口袋里的钱呢是留不住的。你梦想的给孩子留2个钱，那是留不住的，不可能的。这日子过的，真还不如我爸妈那会儿呢。至少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，我好估计要欠一屁股债，欠一辈子。那我爸妈还养2个女儿呢。那我爸妈还养我们哥仨呢。是啊，我养1个都艰难，你要是说现在让我再生一个，我立马死给你看。
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你话不能这么说呀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跟世界接轨。咱们光羡慕人发达国家这个好那个好，哎，既然什么都好，为什么他们出现人口负增长呢？为什么加拿大要从中国移民呢？这都是世界课题，你也别老说中国。再说哪个发达国家的人不都是负资产呀？越有钱的人富的越多，你有能力富，你就越有信用。你一点不富的，在这个社会上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你还不要搞错啊！银行让你富，那是看得起你，那是相信你的能力。你要想富啊，还真得要有点本事才行。啊，负债就要跟世界接轨啊！啊，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消费要向欧美看齐，收入要向非拉看齐。哎，这叫全方位的立体接轨。左牵黄，右擒苍，一只小手拉着发达国家，一只小手拽着落后国家。我不落后。你别打岔，没说完呢。做全世界的中坚力量，这最符合中庸之道。还中庸之道呢？那我都买上房了，马上我不能算落后吧？啊？咱们当然不能算落后了，都能吃得起饺子。啊，对了，这肉多少钱一斤啊？还行啊，还行。